1年前，标头德用史诗级的 NASA 朋克太空巨作《星空》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以及在年度典礼上颗粒无收坐在角落的寂寞。而转眼1年后，我不得不服气地宣布，伟大的神陶德陛下已再次抵达 TGA， 以领衔制作人的身份携手现役德军总部系列开发商 Machine Games， 为玩家们带来了这款可能是近几年最纯粹且有趣的寻宝冒险游戏《夺宝奇兵：孤老之圈》。1岁被陶德骗，忘了；10岁被陶德骗，哭了；20岁被陶德骗，怒了；30岁被陶德骗，笑了；40岁被陶德骗，骄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小陶当然不是那种为了拿几个杰夫从义乌批发的年度奖杯就修改游戏发售日的人，因为前30年他拿到的大小奖项已经足够多了。事实上，在通关以后，我深刻的肯定，如果早1个月推出这款夺宝奇兵老老的圈，必定是今年 TGA 年度游戏的一大热门，甚至有可能干掉某机器人。尽管现任德总开发商 Machine Games 在前几年被接连爆出 DEI 渗透的新闻，但古老之圈中的少数群体内容却异常少且克制。埃及大姐头和女主欧内桑的罗曼蒂克故事在叙述上颇有朦胧感，设定是意大利人的女主吉娜，虽然像是喝多了老抽王，游戏里肤色比演员本人黑上了好几个色号，却意外的有一股异域风情的媚劲。加上和琼斯博士小情侣间的各种打情骂俏和可爱的小动作，莫名让我有非常的好感。作为少见的以第一人称展现寻宝过程的冒险游戏，以及唯一一款改编自经典电影《夺宝奇兵》的第一人称冒险游戏，发售前哥们也一度对第一人称到底能不能展现琼斯博士冒险途中的刺激感啊，以及实际游戏过程中1、3人称间怎么流畅切换这件事表示怀疑。但毫无疑问，陶德和 Machine Games 又狠狠地打了我的脸。从主角跳跃攀爬一瞬间无违和的镜头缩放，到除了烘焙师堪比哈里森福特本特的表演和配音，再到大量致敬原作的经典桥段，以及各种老3部曲同款的80年代美式段子幽默。Hamburgers and picture shows? You have no history, no nation, no leader. What you have is your stupid American cartoons. Choo choo, choo cho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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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这不是无奈了？考虑到本作的主要情节都由陶德提出首要创意，足以体现小陶本人对夺宝奇兵这个 IP 的喜爱，以及对原作细致入微的了解和 respect。那么在自由发挥的玩法部分，负责开发游戏的 Machine Games 则明显投入了更多他们所擅长的东西。夺宝奇兵老3部曲的电影在商业寻宝片中具有开创地位，对于后世作品的影响也横跨电影、漫画、小说、游戏等多个领域。我们玩家最为熟悉的《古墓丽影》和《神秘海域》中就有大量设定和桥段最初是源自印第安纳琼斯，然而改编自夺宝奇兵的《古老之圈》，它在玩法和故事上却完全不同于《神秘海域》和《古墓丽影》。琼斯博士既没有猴子一样惊人的臂力，爬梯子爬墙都要一格一格的慢慢爬，也没有脚踩弹簧的跳跃力，跳得不高不远，稍不注意落地扣好多血。更没有的是马拉松冠军级别的耐久力，跑1000米跟我一样，没几步路就要开始大喘气。当然，以上结论在过场演出里除外。What are you doing, Jones? Are you crazy? 夺宝奇兵古老之圈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浓厚阿肯味道的德军总部，以轻度的 IS 玩法为传统的寻宝冒险游戏增添变化和乐趣，但同时又因为本作的设计理念强调轻度的 IS， 强调点到为止，所以也就更适合大众玩家游玩，不会有掠食开局那种处处被开发者精密设计，玩家只是跟着指示一步一步走的束缚感。相反，给到玩家的玩闹感要更足一点。What? All right, here we go. I know karate. 游戏的 gameplay 部分一反市面上主流动作冒险游戏的常态，不管是全程我几乎没打过子弹的枪，还是非自带武器不仅没法装弹加自动掉落，还有耐久度，这种通过给装备系统大加限制来大幅加速 core loop， 也就是加速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核心循环的设计手法，可以说和某花牌公司伊尔西传说的最新2部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开发者极度鼓励玩家放弃突突突或者纯潜行的路径依赖，而是快速反应、相信直觉，创造性的活用场景中随手可见的瓶子、罐子、剪子、锤子，主角的各种能力，还有其他各种你能用到的东西。现
先走房顶打垂直，先走地下摸屁股，冒着子弹冲进去，穿上伪装我就跑路，我持拳头硬如铁，长鞭掏出来就是 SM。另一方面，游戏中上到宝藏遗迹，下到保险箱偷钱的大小谜题，也基本符合解答之道就在周围蛛丝马迹的第一逻辑。尽管轻度，也足以体验到纯正的沉浸式模拟经。既然有了创造性的玩法，当然也要有配套的实现创造性玩法的场景。古老之圈在地图构建上采取类似于新战神的半开放世界设计，有数个风格迥异的开放区域加线性关加箱庭遗迹共同构成全部的地图。游戏在流程中期后支持玩家在不同地图间快速旅行，补完漏下的内容。同时，随着主线故事的推进，一些新的支线任务也会借剧情延伸的影子出现在先前的地图当中。玩家跟随琼斯博士的视角，从天主教气息浓厚的梵蒂冈到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伫立的埃及城市吉萨，穿越冰层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和战火中的上海，最终来到东南亚雨林的水上城镇素可泰以及位于素可泰的神秘金字塔遗迹。而这其中重中之重、最能体现 Machine Games 设计功底的，当属梵蒂冈、吉萨和素可泰3张具有开放区域属性的地图。梵蒂冈小而精妙，里外里层层连通的建筑结构，合理但不过分的垂直密度，让我在跑酷的同时多次惊呼：我去，原来还能这么走啊！吉萨乍眼看过去一马平川，但无处不在的地道就像是它的第2张地图，四通八达的设计也为 gameplay 带来了额外的乐趣。素可泰尽管在结构性上不如前面2者复杂，却也有独特的沉船探索和水下迷宫的体验。而更难能可贵的是 ，Machine Games 在这3张地图中塞入了密度极高的兴趣点和支线任务，并且在切入上非常自然，丝毫不破坏玩家的沉浸感。他们有时是主线剧情的前置条件，有时又由地区 NPC 的个人支线引出，有时也可能只是我探图过程中的意外惊喜。古老之圈在支线内容切入上的自然，并非如星空那般，在玩家迷迷糊糊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多出来一大堆任务，而是具备高度严谨的任务数、前置和触发条件，才能实现我探索完一点又跳出来好几个不同点等着我的新鲜感。本作的支线内容品质放在近几年，不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是1比1的精良。从最常规的各类战斗和潜入任务，到大批质量丝毫不输给主线的支线迷宫和宝藏点，再到具备独立故事、结合各个地区传说制作的大支线和角色支线内容，甚至在游戏的最后一章，这帮人还给玩家整了一个阿肯味非常重的印第安纳琼斯版《盗梦空间》。What are you doing up there, Indy? You're all topsy-turvy. Door 11? Where is that? 综合评价环节，剧情在原创内容稳步推进的同时，也不忘记大量致敬原作幽默，小头立大功。艾斯玩法血统纯正，但点到为止，轻度却又不失沉浸式模拟的乐趣。评价为2024年最好的阿肯代餐。地图设计虽然没能做到环游地球，但口味丰富，各有特色。兴趣点和支线填充密集的同时，品质也很高。缺点方面，细节打磨上存在任务标点瞎鸡巴乱跳，指示牌不如直接改传送点，女主经常被船卡住等问题。不过整体而言，对游戏体验没有致命性影响。总的来说，除开一些建模 bug 打磨上的小问题，在2024年发售的这么些游戏里面，夺宝奇兵：古老之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正反馈起飞的同时，也几乎没有负反馈，一旦玩进去就很难停下来的轻度 IS 加解密冒险作品。粗间最终为夺宝奇兵：古老之圈打出99个琼斯博士的帽子。那什么，要不老滚溜小桃你先放一放吧，我马上就抢完老老的全续作了。